歡迎嚟到懸疑檔案。美國 Colorado 有一個叫做 Breckenridge 嘅小鎮，佢坐落喺落基山嘅山脈附近，以滑雪度假而聞名。每逢冬季都會吸引好多滑雪愛好者嚟到呢度度假。1982年，兩位年輕女子接連喺雪山度遇害，由於缺乏線索，所以就成為咗懸案。直到40年之後，警方先至成功拉到兇手，還受害者一個公道。喺距離 Breckenridge 南部大約27公里外，有一座叫做 Orma 嘅小鎮。呢度住住一對夫妻 Jeff 同埋 Bobby Joe。Jeff 從事家電維修嘅工作，而 Bobby Joe 就喺 Breckenridge 嘅一間地產公司度工作。由於兩夫妻嘅工作地點有一定嘅距離，所以 Jeff 都係自己揸車返工，而 Bobby Joe 就喺小鎮度搭順風車返工放工。喺嗰個年代，搭順風車喺小鎮度非常普遍，大家都好樂意互相幫助。雖然係咁，不過 Bobby Joe 每日都要搭陌生人嘅順風車，去到半個鐘頭車程以外嘅地方返工。作為丈夫嘅 Jeff 都係有啲擔心妻子，所以佢就幫妻子做咗一個黃銅鎖匙圈，必要時可以當係武器防衛。1982年1月6號，呢一日大雪紛飛，非常寒冷。29歲嘅 Bobby Joe 好似平時一樣喺鎮上搭順風車去返工。當日下晝 Bobby Joe 被公司升咗職，佢好興奮咁打咗個電話俾 Jeff， 話俾佢知呢個好消息，並表示佢今晚會同幾個朋友一齊去到酒吧慶祝，所以會夜啲返屋企。當晚 Jeff 收工返屋企之後，一個朋友咁啱嚟到咗屋企拜訪佢。喺朋友離開之後， Jeff 就坐喺客廳等妻子返嚟，直到凌晨時分 Bobby Joe 依然冇返屋企。呢個時候 Jeff 開始擔心啦，佢打咗妻子嘅電話，但係冇人接聽。於是佢就即刻揸車嚟到咗頭先同妻子一齊慶祝嘅朋友屋企度，詢問佢哋妻子嘅下落。但係大家都表示 Bobby Joe 喺大約7點半嘅時候就離開咗酒吧，而佢哋亦都唔知道佢去咗邊度。跟住 Jeff 就嚟到咗警局，通報妻子失蹤嘅事。但係警方就表示 Bobby Joe 失聯嘅時間太短，所以冇辦法立案。無奈之下， Jeff 唯有返屋企等妻子嘅消息。第二日早晨大約8點左右， Jeff 收到咗一通電話，係一位農場主人打嚟㗎。農場主人表示佢喺農場嘅車道上揾到咗 Bobby Joe 嘅銀包同埋車牌。呢個時候 Jeff 即刻就意識到妻子一定係出咗事，所以佢即刻揾嚟咗幾位朋友一齊去到農場了解情況。途中 Jeff 喺路邊發現咗 Bobby Joe 嘅背囊，跟住佢哋落車喺雪地度進行搜索，並發現咗一隻沾有血跡屬於 Bobby Joe 嘅手套，旁邊仲有一張血紙巾。之後佢哋又繼續喺附近搜索，但係就一直都冇揾到 Bobby Joe。呢個時候 Jeff 已經開始變得心灰意冷。佢去農場度拎咗車牌之後就返咗屋企，而佢嘅幾位朋友就決定去到 Bobby Joe 平時返工放工嘅必經之路度睇下。佢哋嚟到咗 Hoosier Pass， 並喺厚厚嘅積雪度發現咗 Bobby Joe 冰冷嘅遺體。於是佢哋馬上報警。由於小鎮前一晚啱啱落咗一場暴風雪，所以 Bobby Joe 嘅遺體已經被凍僵咗。佢嘅左手腕被索帶纏繞，心口前邊有2處槍傷。法醫證實 Bobby Joe 係俾人近距離開槍擊斃㗎，而兇器就係一支中口徑嘅左輪手槍。警方喺距離遺體冇幾遠嘅停車場度揾到咗 Bobby Joe 嘅黃銅鎖匙圈，旁邊仲有一隻橙色嘅短襪。詭異嘅係呢隻襪並唔屬於 Bobby Joe。喺收到妻子遇害嘅消息之後， Jeff 悲痛欲絕，一直不能平復。跟住佢將之前喺路邊揾到嘅手套同埋血紙巾都交咗俾警方。經過檢測之後，上邊嘅血跡都係屬於 Bobby Joe 㗎。通常妻子遇害，警方一定會先懷疑丈夫，所以佢哋就將 Jeff 列為頭號嫌疑人。喺審訊室 ，Jeff 表示案發當晚佢喺屋企度招呼緊一位朋友。凌晨時分，當佢發現 Bobby Joe 仲未返屋企之後，佢就揸車出去揾妻子。但係唔知道出於乜嘢原因，警方一直都冇辦法揾到呢位朋友，亦即係話 Jeff 根本就冇時間證人。1月8號，亦即係發現遺體嘅第2日，
警方又收到咗一通報警電話，報案人表示佢嘅同事 Annette 失咗蹤。21歲嘅 Annette 嚟自愛荷華州，1年前啱啱搬嚟 Breckenridge。佢有2份工，朝早會喺旅館度做客房服務人員，夜晚就喺酒吧度做侍應。警方即刻調查咗 Annette 失蹤之前嘅行蹤。巧合嘅係，佢係同 Bobby Joe 同一日失蹤噶。1月6號，Annette 喺酒店收工之後就去咗一間診所度睇醫生。下晝4點半左右，佢搭順風車嚟到咗一間藥房度買藥。有人目擊到佢喺藥房度同一位女子傾偈，而呢次亦都係佢最後一次出現喺大家面前啦。2位年輕女子喺同一日失蹤，警方即刻就認為呢2單案一定有關聯。於是佢哋又再次揾嚟咗 Jeff 問話。一開始 Jeff 表示自己唔認識 Annette， 幾日之後 Jeff 喺報紙度見到咗 Annette 張相，佢先至醒起自己曾經見過 Annette。於是Jeff 嚟到咗警局，並話俾警方知 Annette 曾經喺舊年搭過自己嘅順風車，不過佢哋之後就再冇見過面啦。喺警方嘅眼中， Jeff 主動坦白嘅呢個舉動反而加深咗佢嘅嫌疑。於是佢哋要求 Jeff 接受測謊，而 Jeff 亦都順利通過咗測試。6個禮拜之後，小鎮又發生咗一單類似嘅案件。當時一名女子喺路邊度搭順風車，喺佢上車之後，司機突然用錘仔攻擊佢，跟住就性侵咗佢。警方之後逮捕咗嗰名司機，佢叫做 Tom， 有多項對女人使用暴力嘅前科。當時警方以為佢哋終於拉到咗兇手，但係 Tom 就否認自己同 Bobby Joe 同埋 Annette 嘅案件有關。事實上，警方亦都冇任何證據可以證明佢同呢2單案有關。於是案件又進入咗死胡同。1982年7月3號，亦即係 Annette 失蹤嘅半年之後，有人發現咗佢嘅遺體。呢一日，一位13歲嘅少年同爸爸一齊嚟到咗 Sacramento Creek 度釣魚。呢度距離 Annette 最後被目擊嘅藥房只有37公里嘅距離。當時少年喺河邊釣魚，喺等待啲魚上釣嘅期間，佢發現河入邊漂浮住一具遺體，所以就即刻話俾爸爸知。而爸爸亦都馬上報咗警。警方到達現場之後，只係見到死者面部向下，衣着凌亂咁喺水上邊漂浮。佢嘅牛仔褲拉鏈已經損壞，左右腳嘅鞋都調亂咗嚟着，懷疑生前曾經遭到性侵。Annette 嘅背部中槍，相信係喺逃跑嘅時候被擊斃噶。而兇器同樣係一支中口徑嘅左輪手槍。喺進行搜證嘅時候，Annette 腳上邊嘅襪好快就吸引咗警方嘅注意。佢嘅左腳着住橙色短襪，而右腳就着住紫色長襪。警方喺 Annette 嘅衛衣衫袋度揾到咗另一隻紫色長襪，而另一隻橙色短襪就不知去向。呢個時候，警方記得 Bobby Joe 嘅遺體旁邊亦都有一隻非常相似嘅橙色短襪。經過檢測之後，隻襪出邊有 Bobby Joe 嘅 DNA。而物入邊就有 Annette 嘅 DNA， 呢個發現亦都證明咗呢2單案係有關聯噶，而且兇手仲係同一個人。於是警方又再次將目標鎖定喺 Jeff 嘅身上，因為佢哋喺 Annette 嘅外套衫袋度發現咗 Jeff 張卡片。Jeff 表示嗰張卡片係佢俾 Annette 噶，每一個搭過佢順風車嘅人都會收到佢嘅卡片，而呢個只係佢宣傳自己生意嘅方法。不過最詭異嘅係 Jeff 曾經話俾警方知，佢有預感 Annette 會喺7月4號喺距離佢屋企4英里外嘅地方被揾到。事實上 Annette 嘅遺體係喺7月3號喺距離 Jeff 屋企7英里外嘅地方被揾到噶。呢樣嘢同 Jeff 預感嘅時間地點都非常接近。Jeff 準確到令人可怕嘅預感，無疑又再次將自己推向咗深淵。作為唯一一位同時認識2位受害者嘅嫌疑人，警方又再次要求 Jeff 進行測謊，而佢亦都再次通過咗測試。雖然係咁，但係小鎮嘅居民一早已經認定咗 Jeff 就係兇手，大家都喺度議論紛紛，佢到底係點樣呃過警方噶？但係由於警方冇揾到新嘅線索，所以呢2單案就成為咗懸案。1988年，警方重啟咗調查，
鑑證人員重新檢測咗手套上嘅血跡，發現手套上除咗有 Bobby Joe 嘅血跡，仲有一位不明男子嘅血跡，而血跡唔屬於 Jeff， 亦都唔屬於之前被警方逮捕嘅 Tom， 所以佢哋嘅嫌疑都被排除咗。2002年，警方將 DNA 輸入 Cody 數據庫，但係就冇揾到匹配嘅對象。時間嚟到咗2021年，呢個時候 DNA 檢測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啦，而基因族譜研究可以話係扮演咗非常重要嘅角色。只要揾到同疑犯 DNA 部分匹配嘅族譜，就可以順藤摸瓜，進而揾到兇手。呢項技術亦都協助警方破獲咗唔少塵封已久嘅懸案。於是警方委託咗一間基因族譜研究公司幫手檢測兇手嘅 DNA， 終於揾到咗兩位嫌疑人。佢哋係兩兄弟，哥哥叫做 Bruce， 而細佬就叫做 Alan。經過調查之後， Bruce 並冇喺 Colorado 住過，而 Alan 喺案發當年就住喺 Breckenridge 嘅郊外地區，係當地嘅一位礦工。佢目前仲居住喺附近，並開咗一間車房。佢結過3次婚，有一個女同埋2個繼子。背景調查顯示， Alan 曾經喺1973年因為襲擊罪而坐咗6個月監。當年22歲嘅 Alan 喺路上遇到咗一位想要搭順風車嘅女子。女子上車之後， Alan 就將架車停咗喺偏僻嘅小路，將女子拉落車，再用石頭攻擊咗佢。睇到呢度之後，警方更加肯定 Alan 就係佢哋要揾嘅兇手。於是警方即刻對 Alan 展開咗監視行動，揾機會拎到佢嘅 DNA 樣本。不過 Alan 非常謹慎，佢經常都匿喺屋企度，亦都好少同其他人傾偈。佢甚至冇出門抌過垃圾。5個禮拜之後，警方終於有咗收穫。呢一日， Alan 揸車嚟到咗一間快餐店嘅 drive-thru， 佢點咗餐俾咗錢之後，就坐喺車入邊食嘢。之後 Alan 揸車嚟到咗郵局，佢拎住食物包裝袋進入咗郵局。出嚟嘅時候，手上邊只係拎住信件。Alan 離開之後，警方即刻進入郵局，佢哋喺郵局嘅垃圾桶入邊揾到咗 Alan 掉喺度嘅包裝袋，並帶返實驗室進行檢測。鑑證人員成功喺餐巾度採集到 Alan 嘅唾液，經過比對之後，證實 Alan 嘅 DNA 同手套上嘅 DNA 吻合。於是70歲嘅 Alan 馬上被逮捕。警方懷疑 Alan 可能犯下咗更多嘅案件，所以就公布咗佢後生嗰陣嘅相，希望知情人士可以提供線索。冇幾耐之後，一個叫做 Dave 嘅路人聯絡咗警方，並同佢哋講咗一個匪夷所思嘅故事。佢喺案發當晚親手喺雪山度拯救咗 Alan。1982年1月6號晚，當時小鎮落住暴風雪，天氣非常惡劣。呢個時候，一架飛機啱啱飛過咗 Guanella Pass， 飛機上嘅其中一位乘客向下俯瞰，發現有人用燈光打出咗 SOS 嘅求救信號。於是佢即刻將件事話咗俾機長知。機長即刻將坐標位置通知咗當地嘅消防局，而當時負責營救工作嘅就係消防隊長 Dave。 Dave 收到通知之後，即刻就揸車上山展開救援行動。當時佢以為對方係一位遊客，因為行山蕩失路而被困咗喺山上。當佢到達目的地之後，先至發現被困嘅人係 Alan。當時佢嘅額頭仲有一道傷痕。Dave 曾經喺礦場打過工，所以佢同 Alan 都互相認識。Dave 好好奇點解 Alan 會被困咗喺呢度。Alan 表示佢當晚飲咗酒，因為驚行大路會被警方捉到，所以就打算兜路返屋企。但係雪越落越大，佢就係咁樣被困咗喺山上。佢喺嗰度困咗幾個鐘，氣溫亦都變得越嚟越低。佢當時仲以為自己將會喺嗰度長眠啦。呢個時候，佢見到一架飛機喺空中飛過，所以佢就即刻用頭燈打出咗 SOS 嘅求救信號。至於佢額頭上嘅傷痕，係佢落車嗰陣唔小心撞到噶。之後 Dave 就載住 Alan 落山，佢本來要將 Alan 車到醫院接受治療，不過就被 Alan 拒絕咗，所以佢就送咗 Alan 返屋企。當時呢單雪山救援事件引起咗媒體嘅關注， Alan 仲接受咗採訪，講述當晚死裏逃生嘅經歷。
其中一份報紙登咗呢單新聞，而旁邊咁啱就係 Bobby Joe 遺體被尋獲嘅報道。當時民眾都紛紛感慨 Alan 嘅幸運，但係又為 Bobby Joe 嘅遭遇感到惋惜。然而冇人知道 Alan 就係殺死 Bobby Joe 嘅兇手。雖然鐵證如山，但係 Alan 依然否認咗自己同案件有關。警方推斷案發當日，Annette 喺藥房度搭咗 Alan 嘅順風車，準備去到酒吧返工。途中 Alan 突然色迷心竅，佢將 Annette 載到偏僻嘅地方並性侵咗佢。之後 Annette 匆匆忙忙咁着翻啲衫，佢喺右腳度着咗紫色長襪，但係就揾唔到另一隻長襪，所以就隨手喺左腳度套上咗橙色嘅短襪，而另一隻短襪就係咁樣留咗喺車入邊。之後佢着埋對鞋逃出車外。Alan 拎起支槍追咗上去，最終 Annette 背部中槍不幸身亡。Alan 將佢嘅遺體抌咗入河之後就匆匆離開咗。之後佢喺酒吧出邊遇到咗想要搭順風車嘅 Bobby Joe。Bobby Joe 上車之後 Alan 又想侵犯佢。Bobby Joe 極力反抗，用手上嘅黃銅鎖匙圈打傷咗 Alan， 並逃出咗車外。而嗰隻橙色短襪好有可能就係喺呢個時候一齊跌咗落車噶。跟住 Alan 追咗上去，並對 Bobby Joe 開咗2槍，然後再將佢嘅隨身物品抌咗喺路邊。經過農場嘅時候，佢又將 Bobby Joe 嘅銀包同埋車牌抌咗喺呢度。呢個時候雪越落越大，能見度亦都越嚟越低。Alan 就係咁樣迷失咗方向，唔小心將架車揸到咗山上，最後被大雪困住。萬萬估唔到，幸運之神當時眷顧咗佢，佢成功獲救，並逍遙法外咗40年。2022年8月，本案正式開審。雖然證據確鑿，但係 Alan 都係喺庭上否認咗控罪。辯方質疑當年嘅 DNA 樣本極有可能遭到咗污染，並嘗試將所有嘅罪名都推到 Jeff 嘅身上。經過咗2個禮拜嘅審訊，案件終於有咗裁決。最終 Alan 被控1級謀殺、綁架同埋襲擊等8項罪名，全部成立，被判2個無期徒刑，不得假釋。2023年 Alan 喺獄中自殺身亡，終年72歲。